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布莱恩·费茨帕特里克去往了前线支持乌克兰。这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呼吁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来乌克兰看看。尽管布莱恩是共和党人，但和特朗普不一样，他一直在支持基辅。其在乌克兰前线期间，还在乌军的炮弹上签名，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以实力换取和平。接着，这枚炮弹就带着问候打向了俄军的阵地。这表明美国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乌克兰的，哪怕是共和党内部，也不见得都同意特朗普的主张。矿产协议备忘录成功签署，乌克兰加入欧盟再无阻碍。13架北约战机直逼克里米亚领空，乌军再度击穿布良斯克防线，一举占领22平方公里俄土地。俄罗斯自由军团扩兵至3万，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慌。乌军前线猛锤俄军，3大乌东战场迎来多场大捷。红军村乌军首度打出0-240战绩。乌南战场局势升级，乌克兰空军猛轰赫尔松，马里乌波尔俄政府燃起大火。美国准备撂挑子，不担任俄乌调解大使。精彩内容马上开始。经过2个月谈判，美乌矿产协议终于签署了备忘录，而这也将成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契机。综合多方报道，乌克兰第一副总理、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和美国以线上方式签署了一份有关矿产协议的意向备忘录。不同于此前开出的霸王条款，美乌经过磋商，美国政府软化了乌克兰偿还美国援助的立场，将偿还援助的金额从之前的3000亿美元降低至1000亿美元，同时设立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吸引美国及国际社会投资，帮助乌克兰在战后快速恢复经济和发展。备忘录还特别指出，美乌双方承认乌克兰自愿放弃世界第3大核武器库。至于正式签署时间，目前仍不确定，但结合特朗普和财长贝森特的说法，大概会在4月25号左右。在备忘录签署后，特朗普也终于说出一句人话：我不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露出了如拿到糖果的小孩般的笑容。如今乌克兰真是太难了，既要拒止俄军掠夺土地，也要在谈判桌上提防强盗。幸好这份备忘录的签订也预示着乌克兰加入欧盟将再无障碍。在这份备忘录中，最重要的一项规定是美国尊重乌克兰加入欧盟后的义务，会与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官方债权人达成协议时所承担的相关义务。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于矿产协议的制定工作不会与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道路产生冲突。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标准报消息称，欧盟官员已正式通知乌克兰，对乌克兰农产品免征收关税的政策将在6月5日到期后将不再延续，变相提速了乌克兰入盟程序。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疑惑，欧盟一旦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征收关税，乌克兰农产品出口数量必将大幅度减少，乌克兰每年将为此多付出数十亿欧元，加重经济负担。为什么反而提速了乌克兰入盟程序呢？火力军之前分析过，欧盟若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乌克兰，就要对乌克兰入盟程序提速。其中做法之一就是在程序完成前与乌克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上向乌克兰输血，这样乌克兰就能保持长期战争的能力。而解除对乌克兰的免关税措施，只是让乌克兰少赚，并非没得赚，但却缓解了欧盟成员国内部农民的不满。但欧盟可在军事上对乌克兰进行更多援助，如德国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批援助，其包括66辆 MAPR 反伏击车、3门自行榴弹炮、6辆装甲救援车以及扫雷车、无人机、炮弹等各式装备，甚至准备转移金牛座导弹。又或是 Next A 新闻此前披露的，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北约多国派遣了多达13架军机高调抵达黑海，其中除了包括 RC-135 和 E-3A 等7架侦察预警机外，甚至还包括了6架战斗机，其飞行轨迹一度逼近克里米亚上空。火力军认为，这不仅是对俄罗斯的威慑，也是欧洲在为战后的派兵做准备。欧洲将用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在战场上，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从4月16日至今，乌军已在多个方向取得关键性突破，并猛锤俄军。俄罗斯战场一直是乌军牵制俄军主力的手段之一。在近期的战斗中，库尔斯克方向，乌军游骑兵第6团等部依然坚守着最后2个定居点与俄军战斗，即便如今控制区已变成灰色地带。
别尔哥罗德方向，乌军继续袭击波波夫卡和德米多夫卡附近的俄军据点，而俄军则将刚征召入伍的新兵，如俄第34摩步旅新兵，派遣到边境线附近实施入侵袭击，同时安排轰炸机对波波夫卡和德米多夫卡的乌军进行滑翔炸弹攻击。从战役地图上看，不少定居点附近区域因交战变成了灰色地带。而除布良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外，乌军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布良斯克的进攻。在近日战斗中，乌克兰装甲集群就曾再度发起突袭，并一度控制了至少22平方公里的俄领土面积。后来，俄军紧急调动车臣特种部队和禁卫军去堵缺口，目前战况尚不明朗。有消息说乌军已经被驱逐，但也有消息说仍在战斗。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军方报道称，由俄罗斯人组成的俄罗斯自由军团已从曾经数百人增加到如今的3万人。虽然无法使用欧美武器，但其战力仍不容小觑。2023年时，俄罗斯自由军团曾与俄罗斯志愿军一起撕开别尔哥罗德俄军防线，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惊惧和尴尬。在乌克兰战场，乌军也通过反击迎来了多场大捷，并首度打出0:240的无伤战绩。首先是在乌南地区，俄军第58集团军集结约40辆装甲车、3辆坦克、10辆军用卡车以及320名步兵，对皮亚提卡基、洛布科夫、斯捷波夫、谢尔巴基等方向发起大规模攻击。不过，俄军装甲纵队在行进到一半时就被乌军发现，随后乌军使用 FPV 无人机和自动火炮远距离打击俄军，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于耳。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乌军在阵亡5人后成功守住了阵地，俄军则在损失29辆战车、140名步兵后被迫退出了前线。这也是近来俄军对扎波罗热发起的规模最大的进攻。其次，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乌军经过6个小时激战，共摧毁俄军4辆坦克、9辆装甲车、2辆 BMD-4 伞兵突击车，打死打伤俄步兵107人，成功夺回了第聂伯罗恩定居点。然后在红军村方向，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司令奥列克桑德尔·皮夫年科准将报告，乌军第14旅在前线击溃了俄军至少2个连队的机械化工事，共摧毁俄军96辆摩托车、21辆装甲车、2辆汽车、2套火炮，打死打伤俄军240余人，而乌军无一人伤亡。这是俄乌战场中等烈度战斗中首次出现单方面0伤亡的记录。随后，俄军又出动多达150辆摩托车，再次发动进攻，结果依旧惨败而归。乌克兰没有失去任何阵地，相反，乌军第54旅和141旅部队向盘踞在皮萨内俄军发起猛攻，第31旅和225突击旅则强推达斯琴科定居点的俄军阵地，夺回数片失地。据乌总司令希尔斯基透露，在过去几天里，乌军已解放了16平方公里的土地。别看解放土地面积少，但在兵力密集的红军村战场，俄军至少得损失1-2万人。这几场战斗都堪称乌军大捷，而且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非对称作战。俄乌双方没碰面，没接触，进攻的俄军就在很远的距离被乌克兰空军、无人机、远程火炮、雷场等地空火力悉数消灭或重创。乌军也在其他战场套用类似战术，全面击溃了俄军重启的机械化攻势。如在卢甘斯克，乌军第3突击旅就在 M113 装甲车和火炮掩护下猛攻俄军阵地，开辟出一条解放纳迪亚的道路。综合战争研究所和诺尔报告，在重夺纳迪亚的战斗中，乌军在使用无人机侦察过后，使用多管火箭炮一同齐射。紧接着，乌军第3突击旅等部驾驶 M113 装甲车对俄军阵地发起冲锋。经过数天战斗，乌军重新控制了纳迪亚方向的阵地，并打通了前往附近定居点的新战线。此外，在卢甘斯克其他战场，乌军也展开了同步行动。如乌军第15炮兵旅还在侦察过程中发现了俄军的 BM-27 火箭炮，接着乌军快速发起打击，成功击毁了这门220毫米的巨炮。又或是乌军第92突击旅也在前线定点打击俄军的重型装备，先后摧毁了俄军的 NEBO-SVU 和 KSTA-212 雷达系统。从披露的视频看，该雷达设施被彻底摧毁了。至于乌克兰空军则继续出动，发起常态化的打击，尤其是对赫尔松战区。乌克兰南部战区通报称，乌克兰空军摧毁了俄军2套价值不菲的索里鲍格列布斯克2电子战系统，每套价值2亿美元。该系统主要负责压制各种通讯信道和电频信号，还包括无线电导航系统、卫星系统和战术级 C3 系统。防务快讯4月18日分析认为，乌军疑似使用新型的E300重型无人机，
携带并投掷了 FAB-250 滑翔炸弹。之后，乌军又出动了2架苏24攻击机，瞄准了一个俄军的坦克排展开空袭，成功将其击毁，并成功使用 FAB 航空炸弹空袭了赫尔松市。现场视频显示，先后有4枚航弹击中了市中心的住宅区。值得一提的是，马里乌波尔俄战区也突发了大规模火灾。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顾问彼得罗·安德柳先科表示，当地的市政厅甚至都被大火波及。作为顿涅茨克州第2大城市，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东南方向的核心港口，在被俄军占领后，成了俄军沟通克里米亚、支援顿涅茨克俄军的重要后勤枢纽。此次遇袭说明乌军一直没有放松对此地的打击，其游击武装正时不时发动破坏，阻止俄军向前线援助。停火协议如今进行到哪一步了？为什么俄方说否认停火，特朗普却说一切顺利？究竟谁在说谎？乌克兰代表曾于4月16日至18日在法国巴黎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特使维特科夫进行了双边会谈，并与自愿联盟的小伙伴就和平谈判举行了多边会谈。参与者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尽管他们之前的会谈没有结果公布，但美国后来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泽连斯基明确表示，维特科夫并非在为乌克兰利益行事，说他看起来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俄外交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过电话后表示，已准备好与美国合作，消除这场战争的根源。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对媒体表示，俄美之间的沟通有助于美国更加了解莫斯科。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根源的论点，双方将继续保持信任联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本齐亚18日还重申了普京拒绝在乌克兰全面停火，称现在讨论乌克兰全面停火是不现实的。他和佩斯科夫都指责乌克兰没有遵守30天全面停火协议。俄罗斯极力否认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可特朗普不断吹嘘停火即将达成，一切顺利。谁在说谎？究竟是美国一厢情愿，还是美俄认为乌克兰一定会被迫接受对其不利的协议？4月18日，美国在巴黎向欧洲盟友提交了俄乌和平协议的提案。该计划概述了结束敌对行动的条件，并提出如果维持长期停火，那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放松。据悉，这项计划是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政府准备放弃和平努力之后提出的。相关人士称，这项提议本质上依旧是冻结战争，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仍将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乌克兰也将无法加入北约，完全就是按照俄罗斯条件来实施的。此外，卢比奥还再次向欧洲施压，要求其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威胁要让美国不再担任这场不属于美国的战争的调解人。很明显，卢比奥是在暗示，如果无法达成停火，美国准备撂挑子。而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国持乐观态度，相信能够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残酷战争。好家伙，美国这是红脸白脸一起唱了。以目前情况来看，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完全没有考虑乌克兰的利益，没有安全保障，也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其目的是逼迫乌克兰放弃领土，冻结战争，为俄罗斯重新恢复创造条件。对此，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告诉媒体，美国的这项计划不是最终解决方案，欧洲盟友坚决不会承认俄罗斯占领土地的主权。欧洲官员们还强调，除非俄罗斯同意停止战斗，否则谈判将是徒劳的，并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是达成任何协议的重要条件。乌克兰的态度，从其过往的行动看，乌克兰愿意先无条件停火再谈判，但绝不会接受分割方案。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一到要施压俄罗斯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就以各种理由推脱，现在更是选择撂挑子，也不愿意施压俄罗斯，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但美国分割乌克兰计划注定无法达成，美国退不退出谈判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是否会再次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情报支持。当然，乌克兰、欧洲已经做出了选择，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将会再次烂尾。最近，由于特朗普的新关税和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引发了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普遍担忧，从而导致了石油需求下降，导致油价暴跌。而沙特、挪威和巴西等国家的石油产量增加，导致供应过剩，这进一步降低了价格。有消息称，沙特似乎正在推行将价格推至更低水平的政策，以抵御来自美国和其他供应商的竞争。而这对经济已经岌岌可危的俄罗斯而言，可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尽管这不是特朗普的目标，但却破坏普京的战争计划，从长远来看，还可能危及普京的整个政府。2025年2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8.5%。这一下滑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原油价格的下跌，乌拉尔原油的交易价格约为每桶58美元，远低于制定今年联邦预算时使用的每桶70美元的基准。此外，俄罗斯的天然气行业也每况愈下。此前，由于通往欧洲的管道流量减少，2023年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收入下降了65%以上。而2024年底与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协议结束，则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尽管俄罗斯正在向亚洲市场转移，但为吸引买家而提供的折扣价格挤压了利润率，无法抵消其损失。我们都清楚，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2024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30%至35%，其中石油出口卖了1920亿美元。俄罗斯政府意识到这种脆弱性，并打算到2027年将这种依赖性降低到约23%。但石油出口仍然是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基石，因此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急剧下降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致命的。而这或许是特朗普对于调停俄乌战争仍然信心满满的重要原因。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4月7日报道，美国最大的海军造船企业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于4月7日与韩国 HD 现代重工签署了一份广泛的协议，探索加速军舰和商船建造的合作。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覆盖范围广泛，既包括在驱逐舰建造上的合作，也涉及零部件外包和供应链渠道的整合。英格尔斯总裁布莱恩·布朗切特透露，目前双方正在构建驱逐舰建造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将 HII 的阿利伯克级和现代重工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相比较，希望在整个 HII 集团层面探索全方位合作。HD 现代重工特殊船事业本部经理朱元浩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和 HII 的这一合作标志着两家公司在造船专业领域迈出了一大步，为双方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提供了独特机遇。英格尔斯寻求韩国合作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前美国船舶制造和修理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问题。尽管 HII 正积极调整招聘策略，减少初级岗位招聘，转而吸纳更多经验丰富的工人，以确保造船任务顺利完成，但在美国制造业萎缩的大背景下，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与美国造船业相比，韩国造船近些年凭借高效的工业化流程表现突出。例如，由现代重工建造的 DDG-995 正祖大王号导弹驱逐舰，2021年10月铺设龙骨，2022年下水，到2024年11月交付服役，其屋内搭建周期仅296天。与之相比，英格尔斯伯克3首舰杰克 H 卢卡斯号的工期长达574天。近年来，美国军方在与外国船企业合作上兴趣浓厚。从2022年下旬开始，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多次考察盟国船舶企业，显示出美国在造船及维修领域取长补短，与盟国企业深化合作的决心。美国海军可能授权韩国企业制造美国军舰，但美国军舰在韩国制造不太可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当下，将军舰外包制造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军和韩国造船业的合作更有可能表现在船舶维修和养护方面。2023年，现代重工已向美国海军申请舰艇维修资格认证，并在去年顺利通过考察。另一家韩国造船巨头韩华海洋集团也在去年获得相关认证。近年来，美国海军军舰时常被拍到锈迹斑斑的画面。美国海军的高作战节奏和船厂积压的维护工作，导致部署归来的海军舰艇显得破旧不堪。显然，美国海军需要建造更多的新舰艇来替换老旧舰艇，以便更高效地在全球海域巡逻。但全面更新绝非一日之功，美国海军在未来的几年甚至10几年里，恐怕仍然要继续与锈迹做斗争。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0-240的战绩会是乌军的极限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